今日我自己去，你若去了，这鲜花饼还不知落谁肚子里。不去就不去，可若是有人来寻郎君，以我为什么没有陪郎君去见舞姬，我该怎么说呀？你让他们想想，你若跟我一起去见舞姬，郎情妾意的，这像话吗？驾！郎君慢走。见马英，哎，进来，驾！见舞姬，何娘子跟着，就像话啦。再来，来，这是一定比以前厉害呀！阿伯可还要考考你。我这里呢有7块银，我给了你1块，还有几块啊5块。堂儿，如果这还算不明白的话，阿伯这饼可就不能给你。阿星，哎，堂儿，阿伯说堂儿再说不听说就不能吃饼了。堂儿不哭，不哭不哭。阿兄问你啊，阿伯呢给了堂儿3块鲜花饼，阿兄又给了2块，堂儿现在手里有几块鲜花饼？7块。先去找阿伯领饼吃吧，就说啊是阿兄给的。你呀，阿兄，来，阿兄怎么但是我总是打不好，阿伯给你饼能不能教教我？阿伯，好啊，哭了啊。那你今天要想打得准，弓杆首先要拿稳，定准目标。嚯！拿手！你这个小童真有意思，我不是贼，正相反，我才是来抓贼的。抓那个偷我鲜花饼的小贼。花鸟使偷我东西送人情，还厚颜无耻拿石子砸我，这般以身作则，难道不怕上梁不正下梁歪吗？我这根上梁本来就不正，他们歪着歪着，或许反而长得端正。我说，今日这点心怎么比往日的好吃呢？随之啊，就爱玩笑。娘子，不要跟他一般计较。快，进来喝盏茶吧。哎，慢些跑，慢些跑。阿兄，哎，吴伯，这里可是虚姑之所。这里啊，是我跟孩子们的家。虽然他们没了父母，但却不是孤儿。是我狭隘了，吴伯莫怪。无妨，我只是不想让孩子们觉得他们与别人不同。他们在这里被悉心照顾着，又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，比起别家的孩子，兴许是更加幸福呢。这话呀，倒是不错。虽不能跟那些富贵人家相比，但有随之的看顾，吃穿用度不愁，还有夫子啊，来这儿教他们读书学礼呢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真不敢相信堂堂的花鸟使，居然会亲自烧水哄孩子。吴伯，花鸟使看上去与您十分相熟，您说您本是洛阳人，为何现在会在这里跟他一起照看这些孩子呢？当年离家到蒋府做工，就是想多赚些钱不？因略通岐黄之术，所以府中的下人们谁身子不适，就都来找我。后来随之的母亲便将我提拔成了他院中的管事。可以说啊，我是看着随之长大的。怪不得他对您十分的恭敬。
吴伯，哎，花鸟使少时性情也如此顽劣吗？随之啊，他就是看上去桀骜不驯，其实啊，心性纯良。夫人去世之后，院中人皆被遣散，不逢那年赶上了饥荒，有许多孩童都无家可归，随之便又把我请了回来，替他照顾这些孩子们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本该今日为孩子们沐浴的王大娘病了，若不是缺人手，你觉得我会纵容你跟过来吗？女孩们归你。虽然你是我的债主，但我好歹是自由之身，不但不还我饼钱，还指使我干活，这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抠死你算了。饼钱和工钱从分红里扣，行了吧？你们的阿兄啊，不像求人的样子，但是看在你们这么可爱的份上，姐姐带你们去沐浴好不好？姐姐是阿松的娘子吗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给阿兄做鲜花饼？为什么要帮阿兄？当然是因为他欠我的。别理他，他乱说的。走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马伯可要抓了啊！来，坐下。阿兄教你们写下来。哎，横要平，竖要直。躲不过的啊！不愧是你的阿弟阿妹啊，洗个澡都这么不消停。王大娘年事已高，不若日后沐浴的活你便承包了吧。行啊，只要每个月分红把劳工费给我扣出来就可以。行啊。蒋长阳，你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可真不像个贪官。你终于发现我这个富贵闲人的可取之处了。明明怀有善心，为何要藏着掖着？是怕被什么人发现不成？我若想藏，如何能被你发现？你回去想要帮我正正声明，我自然不会拒绝。只是怕旁人不会信你说的话，还会反过来骂我矫情失行。我也没你想的那般崇高，不过是库房里的钱帛堆不下了，拿出来做做善事，积积福报。毕竟你也知道，咒我死的人太多了。当真花钱来买咱们的鲜花饼了。上日还说往后蒋府每月都订100枚。他倒是言出必行。盛义，你觉得花鸟使是个怎么样的人？花鸟使总是笑眯眯的，哎，并不像外界传言那般可恶。这孩童最是天真，喜欢一个人呢，也是伪装不了。可见他对孩子们是真心的。或许啊，花鸟使本性就不坏，可能只是贪钱罢了。你说他这个人平日里一毛不拔，怎么会仗义疏财，
行慈善之举呢？这到底哪一面的他，才是真实的他？牡丹，你为何如此在意花鸟石的品行？莫不是看上了他？你想什么呢？他是我们的房东兼债主，了解他的性情，对我们的生意百利而无一害。也是。帮忙啊，慢点。哎。顺时过走。行，下一位。再等半个时辰，宵禁前应当能赶回家。再过2方便到了，要到宵禁时分了，2位不必再送了，请回吧。徐公难得来萧卫府中做客，萧卫特地叮嘱过，务必将您安全送回。徐公，今夜的雨大，您当心路上湿滑呀。哎呀，确实不必再送了，回吧，回吧。有些事，你既知道，那便留不得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哎，你又做噩梦了？没有，我就是又梦到我们生意赔钱了。
盛言，我如今风寒好的差不多了，我陪你一起出摊吧。哎呀，今日出不了摊，你好生歇息吧。为何？国子监的徐继久意外身亡，今日正是他的下葬之期，全城百姓都关门闭店，走上长街相送呢。徐继久是何时出的事情？发生什么意外了？城中混入了一伙流寇。3日前，就是你带花回来的那晚，徐继久被他们劫了。听说那帮人凶残万分，将徐继久及其护卫全都杀了。他们的尸首被暴涨的河水卷走，第2日才被寻到。大夫还好奇去看了一眼，说所有人都泡得面目全非，死状甚惨。竟是同一日？可不是，幸好你没遇上那贼人。此刻我想起都后怕的紧。都说徐继久是当时大儒，备受学子敬仰，往日常为咱们普通百姓发声。可惜啊，好人却没好报啊。盛言，我表兄在国子监任职，此事定对他打击甚大。我去看看他。哎，那你先把药喝了。啊。好。好。劳烦您，帮我换一下李姓。请您稍后。表兄，牡丹，表兄，我听闻了徐继久的事情，想到他是你的恩师，特意前来看看你，请节哀。牡丹的用心，我领受了，只是今日事情繁多，难以周全。我得先进去忙了。表兄，请问徐继久是否头发花白？这里长了一颗痣。你认识老师？真的是他。我与徐继久曾有过一面之缘，曾受过他一些的恩惠。表兄可否带我进去？我想在灵堂拜祭相送，方可安心。竟有这般机缘，你随我来吧。工部员外郎前来致敬。江山社稷，民为邦本，本土邦民，兴门第，重财大，利国利民。江山社稷，民为邦本，本土邦民，兴门第，重财大，利国利民。我以为官场大部都像洛阳县令那样，是官官相护的昏官，没想到还有徐继久这般受万人拥戴的好官。老师一心为公，殚精竭虑，将秘籍所有都献给了江山社稷。
一辈子无儿无女，殊不知千万学子皆是他的孩子。杀害徐继久的凶徒，可有抓到？那伙流寇拼死抵抗，最终被武后斩杀。可那又如何呢？老师再回不来了。表兄，其实徐继久他……光禄寺少卿前来致敬。他怎么来了？江山社稷，民为邦本，奋拓邦业。圣人是蒋某前来致敬。老师，圣人是蒋某前来致敬。老师，老师。圣人是蒋某奠酒。圣人得知老师离世，已哭晕了过去。大汉未能见到老师最后一面。圣人口谕，老师的遗志，他必遵行。张扬已是痛彻心扉，这些年总是因老师气恼。张扬罪过未还，老师怎么就走了？老师一代鸿儒，两朝帝师，与江山之功绩不可胜数。长阳已命人连夜为老师数碑立传，老师的美名定要长留国学之地，更要流芳百世，为万万人所铭记。老师，老师，表兄，花娘氏也曾经是祭酒的学生吗？自从他走了宁城，老师就再没认过一个学生。那我看他哭得如此伤心，他往日与祭酒的关系很是亲近吗？在朝堂上，他袒护士卒，当通法医，处处与老师作对；下了朝更是挑拨离间，离了圣人与老师的心。如今他哭得再情真意切，不过只是做戏罢了。无耻之妻！那在朝堂上，当真无人能治得了他吗？无论他犯了多大的罪，都会被宽宥。圣人被其蒙蔽，早已听不进其他人的规劝。不行，我不能任由他如此胡闹。之前我能和离，只因蒋长阳是我的靠山。如今，我若去告发，祭酒身亡的真相未必能揭开，只怕我也会被他灭口。徐祭酒，对不起。烦请你把花鸟氏带走，切勿扰了老师的安宁。
老师啊！去查一下，何为芳为何在此？是。多谢。客气了，两位慢走。好。圣爷，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这铺子挺好的，要不然咱们就定这家吧。看，到时候咱们可以。没事吧？怎么了？牡丹，你最近怎么失魂落魄的？一点风吹草动都能惊吓到你。可能近期这流寇作乱。我心里总是有一些不安吧。流寇都被官府的人杀了，我还去看了热闹，那些歹人死透透的，不用担心。是啊，都死掉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。我还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呢。咱们住在蒋府，终究是寄人篱下，等咱们的生意日渐好起来，换个屋子吧。到时候把孙大娘接过来，咱们一起住，热闹热闹。行。给。走啊，走。走。何娘子好像在躲着郎君，每次来照顾琼台玉露，都挑郎君不在府中的时候，而且来去匆匆，不像从前一般爱与人说笑打趣了。何娘子在长安并非无亲无故，徐继久的爱徒李幸是她的表兄。蒋军，你大半夜的怎么坐在墙头上啊？不敲门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学三郎翻墙啊？你可知，这人吓人，会吓死人的。哼，我不过在自家府中的墙上生上夜色，并没有想吓你啊。莫不是？你心里有鬼啊！我心里有什么鬼啊？还是什么事都瞒不住蒋军。是这样的，我在西市看上了一间铺子，我想着这段时间。也是一直在打扰蒋军，我想等那个铺子开了以后，把之前欠你的本钱还上。你看我脾气好，就越发的得寸进尺。我给你投钱是为了钱生钱，你翅膀硬了想要跑，没这种好事。是，我这不是先问一下蒋军吗？若是蒋军不同意的话，那就罢了。你今日脾气倒是好，竟不跟我顶嘴。我今日实在是太疲惫了，把力气都留给他们了。蒋军喝水。
那几株芍药可是5日前买的。我记不太清了，怎么了？5日前，国子监祭酒归家途中遭人劫杀，这你也记不清了？此事我当然知道，此事闹得满城风雨。经将军这么一提醒，我想起来了，确实是那日买的花，可有什么不妥？你劳心劳力挣的钱，大多都交到我的手中，怎么也算是半个自己人了。花鸟使的手下没你穿的这么素净的，怎么，挣的钱不够你做2件新衣裙的吗？将军今日真是好生奇怪，一边问我这些花是何时买的，一边又觉得我这衣服穿的奇怪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有一晚我走夜路，远远的看见一朵花，我还疑惑这僻静深巷怎么会有芍药。我寻花而去，竟发现了这个。你向来锱铢必较，既因我划破了衣裙，我自然要赔偿，不是吗？这只是一块很寻常的布，这全长安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穿这衣服吗？将军，是去哪里搞了块破布，特意来打趣我的？那看来我真是误会你了。想来我对你误解，只是因为你对我心不诚，有所隐瞒。将军这一晚上都在话里有话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当初你来长安的时候说你无亲无故，那李姓奇人呢？他可是你亲姨母家的表兄。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让将军如此查我。李兴是我的表兄，但是在我母亲在世时，已经跟姨母姐妹情断，我们2家并不亲近。不然，我在落魄之时，为何不去找他，反而向你借钱呢？徐公离世后，这李信日日带头写诗作赋的骂我，此事与你无关。原来将军今日逼问我是为此事啊！将军，天地良心，此事我真的不知情。我能有今日，将军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怎么会同他人来嚼你的舌根呢？之前在洛阳，你仗义直言助我和离，前不久我又亲眼看到你收养孤儿。我不管他人是如何糊涂，但是将军你在我的心中就是一位博施济众、含章可贞之人，我怎么会恩将仇报、自断生路呢？哼，你不过是没胆罢了。若是有机会，只怕你会第一个跳出来骂我。将军胸襟开阔，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？那平日里只是当着你的面打趣几句而已，都是开玩笑。出了这个门，我的嘴巴很严的。蒋长阳，我只是个平头百姓，只想赚点小钱，谋个生而已。那就希望你做一辈子的聪明人。
大鹏展翅飞得再高，别忘了你这根指渊线在谁的手中。明白，一切以蒋俊为先。满柱开张，为贺开张大喜，特限3日内购1件者减5文，2件者12文，上不封顶，还望诸位莅临挑选，请，请，快吧，里面请，来，里面请，娘子真是好生漂亮，牡丹，里面请，牡丹，恭喜恭喜，来，请一请，对，鲜花相吻，应有尽有。你竟然将它赎回来了。为了开店，你将余钱都投了进去，但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记挂此物。今日简直是双喜临门，谢谢你生意。走走，娘子，这款香粉。卖法，一个是根据颜色提前定下主苗，秋日我们上门栽种，待到来年花开之时，再将花钱结清；还有一种，那就是即刻买下带走。店主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这在场的所有芍药，我们都可以即刻带走？是，不过花卉自有习性，这当季买的芍药花期啊，比旁的店铺都要稍微短一些。不过好处便是，您可以及时欣赏到花开之美，也不必苦苦等上1年。当然了，如何取舍还是要看诸位的喜好。得意之时，当然是先享受了再说，谁知道来年是什么光景？店主，我先挑2株上好的金红紫，享受一下它们的美艳。好嘞，您请到正厅，挑2株和您眼缘的，稍后我们让小厮送到您的府上。多谢店主。那我想要株2相欢，今日能帮我移栽在院中吗？这花开之时啊，是不能移栽的，否则会伤了花朵的根茎。如果你想移栽的话，待到秋日适合移栽时，我可以到您的府上再替您移栽。那好啊，我订2株。好嘞，这边请。好。大王，相州段黄河决堤，朝廷欲派护卫的人前去赈灾，还请大王能够准我前往。赈灾之事牵扯甚广，你初来乍到，不宜插手。再说了，幼珍怎么舍得让你去吃苦啊？好，我虽没什么经验，但也不怕吃苦。你若去这一遭，可曾想过，于己于无，有何回报？大王，我乃朝廷命官，经邦济国本就是我的职责。何谈回报一说？子书啊，把眼光放长远些。你可知道，当今的天下是何人的天下？赈灾官员者众，你混迹其中，不易出挑，与仕途升迁无异。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别的差事，既清闲又能够结交重臣。待日后有更高的空缺，你也好再进一步。
那刘畅先行告退。这个六子说，自诩清高，可他还不知道，身为我的女婿，到底该做些什么。大王，刘郎君还年轻，多多教导便是。大王雄心壮志，难道还没有他大展拳脚的那一天吗？好。郎君，这些原不是在大王书房吗？如今是要拿去何处啊？回郎君，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阿谀奉承的文章诗词，大王吩咐了，要定期将它们拿去烧了，免得占地方。烧了？郎君，怪不得宁王不让我去治水，原是我这策略他根本就没有打开过呀。在他心中，我就是个卖笑示弱的无能之人，与那越姬舞女根本就没什么不同。我已经帮你跟户部告了假，明日我们去骊山小住一段时间吧。骊山的风景虽美，但是那小厨房的口味却不甚佳，不如我们把富贵楼的师傅一同带去吧。随随便便就可告假，户部养我这个袭人有何意义？既然是吃喝玩乐，那我来长安又做什么？怎么，户部那些人让你受气了？没有。既然明日要出城，那我得回官署将未完的公事给了了。今晚怕是没法陪你用饭了。郎君，别再喝了，明日还要早起。若现准闻到郎君身上的酒气，怕是会猜到郎君并没去官署。我又没扫他的兴，我只是背地里借酒消愁罢了。为何如今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他的允许？回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郎君，我说了，回去。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好。哎，这怎么卖啊？这就是市花，不卖的。连连请。慢走。哎呀，店主让我白跑一趟啊！明日可要亲自将香粉送到我那里，配一盏茶才是啊。尊夫日前日刚刚从我这里买了一盒牡丹香粉，这么快就用光了。也好，那明日
我便到府上，感谢夏夫人对我们生意的照顾。哎，我这可不是买给她的，小娘子，莫要害我呀。我这个人最不会扯谎，明日还是让我们店里最伶俐的伙计送到您的府上吧。哎，娘子，郎君，哎，哪来的醉汉？那走路不长眼啊！你们认识？不认识。哎，撞了人了，一句致歉都没有，便想走啊？是你当街拉扯女子，你身后不长眼，撞了我。哎，哼，6品小官啊！不在官署兢兢业业，天色刚暗，一身酒气，满嘴浑话，一看便是才朽行贿、尸位素餐之辈。哼，纵然有这身皮，也只敢在西市撒泼罢了吧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再瞪一眼试试。我管你是谁！打！给我往死里打！打死打残算本官的！疼死我了！打呀！给我打！住手！郎君是宁王夫人啊！方才怎么不说呀？下官有眼无珠，下官该死！打啊！怎么不打了？啊！下官该死！走！这，我让你滚！走！店主请郎君离开，还请郎君莫要耽误了店里的生意。止伤药也是你们店主给的。是。还请郎君快走吧。多谢。之前我没官职，你对我疏离冷淡。如今我做了官，你依旧还是不高看我一眼。别人敬的都是这块牌子，只有你，在你眼中，我一直都只是刘子树。没想到，你之前嫁过人，还经历过这些惊心动魄的事。我不是刻意隐瞒，我只是觉得说出来徒增烦扰。你们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？你竟敢在堂上怒骂县令，为自己辩白合理，你才是女中豪杰。我看那刘畅倒与他爹娘不同，会道歉，会自省，富贵不移，可比那王琴好上100倍。他对你真心不假，有这样一个君子记挂，倒让人有些艳羡呢。傻生意，真心在意一个人不是这样的，不顾对方的想法，不断纠缠，这不是深情，是自私。这样的情感根本不值得羡慕。
何娘子，我来给蒋军交上个月的分红。啊，我家郎君他现在……哦，若是蒋军有事的话，我在外等着就行，不急的。啊，进来吧。何娘子请。蒋军，这是您的利钱。往常死皮赖脸的讨价还价，今日这利钱怎么来得如此准时？蒋军对我恩情如山，牡丹哪里敢欠蒋军的钱？您放心，这里面每个铜板我都焚香擦拭过了，绝无一点臭气，足见牡丹对蒋军的一片忠心。店都开出来了，你这利钱不够啊！新店初始，难免会投入更多的钱，但下个月的利钱绝对会多上许多，一定不会让蒋军失望的。蒋军若是不信，可查看账本，您给我的钱每一笔用在了何处，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没时间看这个，你自去和蒋府的账房核对便是。只要你不作假，不藏私，每个月的利钱比上个月的多，这店你便能安稳开下去。牡丹明白。没事了，没事出去吧。牡丹先行告退。蒋军，这琼台玉露花期已过。刘员外郎，何事如此急切？我家郎君还在午后小憩，不如我去通传一声。随之与我亲若一家，子叔亦不是外人，何必在乎这些繁文缛节？大王，今日朝堂上都闹翻了天，随之倒是好雅兴，躲在家里玩花弄草。朝堂之事啊，自有大王撑着。如今各部因为科举改制争论不休，我又何必去当靶子？这不是子书吗？洛阳一别，今朝你入关户部，亲事将近，还未道喜啊！啊，子叔，随之可跟我夸赞过你洛阳旧府当中的牡丹盛景。这么看来，你们也算是同好旧谊。日后无论是做官还是赏花，你们都要同心协力，互商互谅才是啊。是。不过这春日已过，随之兄怎将一株败了的牡丹摆在房中啊？唉，不过是下人偷懒，忘了挪出去。你的亡妻何氏最善料理牡丹，子叔兄莫不是见花思人了？这个蒋狗官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随之兄说笑了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先是不爱琴棋书画，唯好嗜草物花，与刘家向来格格不入。我先前亦少有闲心去欣赏。他丧命虽是不幸，却也得以自由无拘，也算是一桩好事。子叔这番话还真是格局高远。难得大王以子叔来我府中，我府上啊新请了一小花匠，家花园装点一新，还算雅致，不如一步一关。论这些雅趣，随之真是无人能比啊！本王倒要开开眼。来，子叔兄，请。
这老头一死，国子监诸山纷纷请奏，重提徐公科举改制，重审全选之愿。圣人唏嘘师徒一场，以心软恩准。不过大王放心，这些寒门啊，如无根浮萍，即便入了朝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这些学子们口口声声嚷着要将官学、私学录取比例改为6比4，全然忘了士族勋贵才是我朝立国之本。如今要扶持寒门，还要打压全选得官的士族子弟，村卑逆反。如若真出了乱子，怎么对得起徐老的在天之灵？依本王看，即使为了寄托哀思，7散就已然足够了。长阳明白，圣人那儿，还请大王放心便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事，如若有合适的从四品官衔，还望替子叔留意着。子叔并非无德无才之辈，大王想要提拔他，哪里需要我帮忙啊？徐老刚死，这些学子言官们吵闹不停，毕竟是自家女婿，何必落人话柄？子叔高才，定会得到圣人赏识，日后升官，名正言顺，绝无人敢知讳。子叔啊，你若有随之一半的机敏通透，有真也不会。本王先走了。看着什么了？我没看到。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你晕倒后嘴里说的胡话可不是这样的。你说冤有头债有主，要报仇找蒋口。我说的肯定是要赚钱找蒋军。不必装了。我杀徐公那夜，你在场。之前看你嘴严识时务，我没动你，但今日，你管得住清醒时的嘴，却管不住梦中一语。终究是留不得。蒋军，我方才是中了邪，撞了鬼，这才口不择言。您放心，日后有他人在侧，我绝不入睡，我绝不会将此事向第二个人泄露的。我也不是绝情之人，相识一场，给你留个全尸。还有什么遗愿，一并说了。
生以他们不知晓此事，还望将军能够放了他们。可以。还有花满珠，是我一手办起来的。殿中的火气，多仰赖他谋生，还望将军。我会让芸娘接管，你放心。你最好是言出必行，否则我化成厉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行了，啊，见好就收吧，别把人家小娘子给吓坏了。老头，先吓唬人的可不是我，之前能把人骂死，现在能把人吓死。你们两个已死之人啊，都是臭味相投。一听到有人来了，都跟猴似的，直往柜子里窜。焦老师，哎。 您不是鬼啊！您没死啊！你们师徒情不早就断了吗？视若仇敌了吗？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啊，若是不断了这师徒情势如水火，这老头能活到今日吗？我明白了，那日你杀的不是徐老。 老师一心为公，出了宁王的逆鳞。那夜我去老师家中，本就是商讨此事，但老师迟迟未归，我担心有异，便追了出去。没想到宁王如此急不可耐。幸而那夜大雨，河水暴涨，我便用了一个与老师身形年岁相仿的死囚偷梁换柱。宁王当夜没有等到杀手回话，亦派人去寻，但他的人一无所获，只看到了没过岸的滚滚河水。直到第二日，众人的尸身才被打捞上岸，因面目全非，仵作只能通过衣着配饰、身形牙齿来确认身份。宁王随了月便不再深究，信了我伪造的杀手与护卫两败俱伤的假象。事发突然呐，若不是随之及时赶到缜密应对，老朽怕真的是命丧黄泉喽。老师深得民心，又备受清流学子们的拥戴，宁王不容他活着，救得了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
我便只好将计就计。此等机密之事，你为何对我全盘托出啊？方才是你一事，见你尚算仗义老实，便给你一条生路。老实假作家丁，在蒋府养伤，乃事急从权。可不论是蒋府还是欢云楼，往来的达官显贵太多，长久下去，迟早要出事。那我明白了。徐老，您若不嫌弃的话，不若搬到我的店中。这西市多是平头百姓，少有显贵登门，我可以给您安排个内监居住。大隐于市，只要当心一些，不会被人发觉的。那自然好啊！哎呀，要跟这个臭小子同一屋檐下，我就算不被砍死，早晚也得气死。老朽呢，当然也不会白吃白住你的。明算科我略有小成，要不我给您当个账房先生如何？这可不敢，不敢。这国子监的祭酒怎么能给我当账房先生呢？哎，万一算错了，你正好管他要钱去。没你，他也没少找我要钱。再加上你啊，他能把蒋府吃干抹净了。那既如此，徐老，您就同我前去。慢着，川渝。这里面是他足浴按摩的药粉，还有他每天早起要喝的茶，用完了再来取。这么细心，这老头啊，留着还有用。你这条命赊在我这，人照顾好了，若给我弄残了病了，你这条命，我连本带利的要回来。蒋军就放100个心吧，我这个人啊最惜命了。对了，徐老，这李姓是我的表兄，也是您的学生。您去世以后，他日夜伤心。如今您这般安好，可否告知他一声？不能说。李姓心虽赤诚，但品性单纯，不会作为。知道了，若说漏了嘴，我这刀下又得多添个冤魂。哎呀，别老吓唬人家，再吓唬人家，我把你也给灭口了。有些事啊，危险重重，为了李姓的安全，还是不要告诉他。明白。当心些啊！哎，好嘞。来，喝点水。谢谢生意。这前些日子还说寄人篱下都有不便，怎么这一晃眼凉亭都建起来了？不搬了？我想这搬家啊，实属太麻烦了。不若将这里好好料理的舒服自在一些，当家住着。有了这凉亭，日后还可以解闷小气嘛。牡丹，你怎么突然领回一位账房先生啊？安置在店里还不许人打扰，是不是我先前算错了几笔账，你生气了？没有的事儿，我是看你平日实在是太忙了，想找个人帮你分担嘛。这个徐先生精于珠算，我可是花了高价从旁的店给抢过来的。这平日里藏着些，是怕原来店主知道来咱们这里闹事儿嘛。日后有他理清账目，稳固后方，咱们便可以抽身了。但待人接物、卖花经营之事，还得靠你。好。哎呀，花满珠下定赊账的客人可真不少啊。为了防止跑单落空，不若规定，花费过100贯的老客，需留下他们的家帖，签字核实之后才能够赊账，月底清算。徐公所言甚是。不过徐公，您是国子监的祭酒，又是蒋军跟表兄的恩师，您来此处只是为了避祸的，不必亲自操劳这些。
见微知著，你以为我只是看一小小花店的账目？非也。只有安居乐业，百姓们才会花钱去买一株花，一抹香。老夫看的是赋税民生。牡丹受教了。哎呀，房子小了点，朝向也不好，布置嘛勉强说得过去。实在是委屈老师了。这开店至今，蒋军第一次屈尊降贵，亲自来视察，是怕我怠慢了徐老，还是故意来挑刺的？何先生不来巡店，是对你的信任。既这般不领情，那今日备的这份贺礼，只怕你也不想收了。川渝，咱们走。蒋军高洁如兰，气魄宽广，牡丹怎能不欢迎呢？这来就来了，干嘛这么破费？哎呀，这么精致的卷轴啊，是哪位大家的字画呀？牡丹湖哟。哎呀，这4个字写的是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还真有一点大家张芝的遗风呢。老师谬赞。这牡丹早就下市了，蒋军送这礼迟了些吧？我眼前不就站着一个牡丹吗？还不将它挂在店中醒目处，好提醒牡丹店主时刻自省，莫忘何前人恩德。蒋军这是骂人呢，还是来砸场子的？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名家字画呀！刚才抢的时候，不是还欣喜若狂吗？我家郎君行草一绝，平日里文人墨客踏破门槛，千金想要求得一幅，这可是有市无价的大宝贝，何娘子一定要好好珍惜。这般不喜欢，罢了，拿了。不给，既然送我了，我去当了卖钱，我也不会还你的。既然收了，可要好好品悟，生意兴隆，按时交利，更要照顾好老师。走了。徐公，您看看，您看看，每当我觉得这个蒋狗良心尚存之际，他就非要做一些想让我跟他提刀拼命的事情。您说说，您这个学生啊，就如同鼠溪变脸的戏子一样，这面目是一层接着一层的，是善是恶，是忠是奸，是妖魔投胎呀，还是铁石心肠啊？一个心甘情愿背负骂名的人，不以为苦，反倒自得其乐。你说他是什么人呢？贱人！这近日也没有节庆，怎么蒋府如此热闹呀？这在后院，大操大办的唱戏，可别糟蹋了咱们的花。我去看看。哎，啊，就。呀！我蒋元堂久仰娘子诗画才情，虽只见过3面，心中却是佳人不在兹，取此遇水雨。在下大胆求娶，若能聘你为妇，永结同好。我愿散尽府中女士。此生绝不纳妾，永无通房，唯与你朝夕相对，直至白头。蒋郎乃高门贵子，
子禄3妻4妾，只怕子嗣单薄，为人非。哎，世间总有万千绝色，我心唯有一人独好。此生若无你在侧，川渝，哪怕娇妻美妾，这蒋元堂是谁啊？满堂亦是郎君的父亲。夫人的冥寿将至，这人上赶着巴家来了。没想到蒋长阳的父亲如此痴情忠贞，这寻常的富贵人家，亦是一堆姨娘美婢，而蒋家世代为官，却能做到宠妻无妾，实属不易。冯若欣为父，于是伉俪轻身。冯若欣生前，蒋府无一美妾，直至病逝。蒋元堂亦未有续弦，此情传唱四海，人人称羡。快！将军。冯夫人50冥寿将近，下官知道冯夫人生前爱看傀儡戏，特意写下令尊令堂相识的定情故事，聘来戏班排演，只愿稍解蒋军的思母之情。好故事，好才艺，赏。乐师一人各赐50贯。谢将军。你献上这么一出好戏，要我如何谢你啊？下官只愿入长安为官，为蒋军鞍前马后，报效左右。传谕，待我起草文书送去吏部。此人买官行贿，为恶一方，便去西北喂马。是。将军，下官哪里得罪还请明示啊！将军，小人一片担心，还请手下留情，高抬贵手啊！蒋家郎君已经格外开恩了，要是再敢吵闹半句，定叫你无法活着走出蒋府。走。将军。这木偶倒是做得用心，真与母亲有几分相似。今日你若在场，恐怕要被气得呕血了。没关系，这世间至少还有我。永远念着你。你若也想我，便多来我梦中看看我吧。什么气味？
我还奇怪，蒋府向来只有铜锈味、熏香味，什么时候竟有了这小餐上的烧烤味了？我看是你的蒋府缺了一点烟火味。我本来想烤好以后再叫你的，没成想你鼻子这么好，寻着味道就来了。坐下吃点吧。若是烤得好的话，不讨你什么赏；烤得不好，别把我丢到西北喂马啊！我怕你把那些马给倒卖了。这凳子太硬了，川渝，去拿个软榻来。是。坐啊。来。你是因为你母亲的名辰快到了，思念过度，这才心头不快的吗？世人皆道我父母恩爱一世，情缘天定。可只有我知道，那所谓的佳话不过是笑话一场，就是那番痴情不改、忠贞无二的嘴脸，害了我母亲一生。原来是献媚的小官，这马屁拍到了马腿上。所以你父亲从无二心的美谈是假的。也许一开始是真的吧。我小的时候，母亲弹琴写诗，父亲吹箫作法，和气恩爱。只是后来，我们举家搬到了长安，乱花迷人眼，他爱上了旁人。可众人皆知，你父亲不是没有纳妾吗？哼，他自然是不好意思破了誓言，于是便将那女子纳作别宅妇，自此再不归家。直到母亲病逝后，他便急不可耐地要娶那名女子，我只好以死相逼，才帮他保住了忠贞痴情的美名。如今一切都已反于尘埃，却还要写戏传扬，岂不可笑？所以你跟宁王说，你这辈子誓不娶妻，也是真的。情爱如浮云一时，男子朝三暮四，知道人之常情；而对于女子来说，却毁其一生，何必害人害己？我当初助你和离，也是想到了母亲。我多么希望她能和你一样，放下执念，潇洒转身，这样也不会落下伤心而亡的结局。或许我这个人爱别人无法胜过爱自己吧。与其一辈子被困在内宅之中，要违心的讨好夫君，跟妾室争宠，还要被公婆规训，那我宁愿一辈子不嫁，自己过活。你纵然和离，但年岁尚浅，女子独身过活何其艰难。日子久了，过去的苦楚渐渐忘了，你便会后悔今日所言，想要有个家为依靠。让人心安处，方是家园。如今我已经有了这个安心小家，很快活了。不对啊，你才比我长几岁啊？为何你的誓言作数，哎，我的就会后悔呢？你成日美人在侧，恐怕你的誓言更容易破吧？敢不敢跟我打赌？赌就赌，不过这赌注必须得让你倾家荡产，才值得我下这一注。那就赌10万贯。到时候看看是你的蒋府府库被搬空，还是我的花满柱倒闭。
立字为契，不许耍赖。头一次见人送钱送的这么有志气的，我成全你。等着，我去拿笔墨。不用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落款。就这么落呗。哎呀，火没了，都烤糊了这。哎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你居然怕火，你还敢笑话我们女子独身不易？那我今日便给你表演一个喷火绝技，我看看蒋州皇帝有多幽默。蒋小官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平日里都是你欺负我，还不能欺负哎，你还好没有压到我的花儿。是吗？那你的火钱哪儿去了？坏了，我的火药鸡蛋可别真着火了。我钳子呢？哎，去哪儿了？哎呦！这火药金丹啊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宛如一团烈火，又不失柔美缱绻。你之前不还说牡丹无用吗？这又不是牡丹，这是芍药，还是我们家三郎定下的芍药。懂得还挺多。看在火药金丹今日开花的份上，再喝一杯。来，夜里风凉，披上点儿。这是什么丑东西？我不要。哎，金线绣的，你最喜欢的金疙瘩。金疙瘩，同号，同号。
小姨，还不把郎君给我捆起来？是。哎呦，跪好。没有想到，我的美梦也有成真的这么一天。海渡，若曦要是知道你光天化日之下与一娘子醉卧在花丛，定要气得掀开棺材板，我抽你耳刮子！小姨，我都说了1万遍了，我们昨天就是赏花入迷，喝醉睡着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他，就是我府中料理花的花匠。今年府中的芍药甚美，你手艺不错呀。多谢冯夫人赏识。这花我外甥媳妇儿我都要了。你多大的人了，今年再不娶妻，我都要替你阿娘揍你。这不管怎么说，人家娘子的名节和清白都被你这个小畜生给毁了。你必须要给人家一个交代。今日下聘纳采，下月初8成亲，大吉大利。您误会了，我跟厉生没有半点私情，我们是再单纯不过的金钱关系。你放心，千金聘礼，上百田宅商铺，我定不会让他在钱上面亏待了你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。小姨还是最懂我的心意啊！我的确心仪牡丹许久，非她不娶。不是，哎，你这手放哪儿呢？他只是我的债主，你若是嫌钱多，你给我减些分成，我倒是可以给你当一个酒肉朋友，但最多只是酒肉朋友的关系。你想跟我成婚，想都不要想。你看，不是我不娶妻，襄王有意，神女无心。我一腔相思已化成滚滚钱帛，却始终敲不开牡丹的心啊！你凭什么？牡丹，哪怕降分成多让利，我都愿意。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好，好，好！臭淫贼，还想占我便宜！告诉你，你若是再纠缠我，我就吊死在你这个蒋府门口！牡丹，若是不能与心爱之人在一起，我宁愿终身不娶。看来我注定孤苦一世。出身商贾，却不为了金钱出卖真心。好娘子啊！啊！这么多年，我终于见到有人敢揍你了。你放心，这外甥媳妇儿，我要定了。不是小姨，小